有一个地方，对于现在疲于工作的你，可能从未去过，但我相信，在你最无忧无虑的时光里，你一定比当地人还要熟悉这座城市。伴随这首记忆深刻的音乐，能够让每一个男孩都准备好做一位5星好市民。游戏中横跨了3个可探索城市的故事，加上一位位个性鲜明的角色，配合空前绝后的极致玩法与跌宕起伏的剧情，让这款游戏足以称得上神作中的神作。然而，就如童年的罪恶都市一样，距离我们最后一次站在格罗夫街，同样已经过去了快20年。那曾经的一幕幕，犹如时间洪流一般，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只留下了那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少年。或许我们怀念的并不是游戏，而是小时候的无忧无虑。当然，那个时候的我们只顾着用秘籍编出坦克，然后用剩余的一点网费争分夺秒触发6星通缉，从而忽略了游戏本身的剧情。那么借这个机会，黄魔今天就来给大家回顾这款 GTA 系列最伟大的一部作品《侠盗飞车：圣安地列斯》。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平平无奇的黑人卡尔·约翰逊。在自由城度过了5年时光的卡尔，从哥哥斯威特那里得知了母亲遭人谋杀后，便立即从自由城回到了故乡洛圣都。谁知刚离开机场，卡尔就被极端条子坦佩尼拦下。因为卡尔是格罗夫家族的一员，再加上2人曾有过节，坦佩尼随便找了个理由就借走了卡尔存了5年的首付。尽管卡尔早已不问江湖世事，并且成为了一名守法公民，可坦佩尼这位极端条子却依旧不依不饶，不但以莫须有的罪名威胁卡尔为自己干一些极端脏活，还将卡尔扔在了敌对帮派巴勒帮的地盘。无奈之下，卡尔只能从这个梦开始的地方借了一辆自行车，一路小心翼翼地骑向了格罗夫街。阔别5年，卡尔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熟悉无比的房间内已经没有了母亲的身影。卡尔看着母亲的遗像，脑海中浮现起了当年的种种回忆。想到这里，卡尔不禁陷入了自责与悲伤之中。这时，格罗夫帮的老干部大烟哥冲了出来，好在室内光线充足，这才让他认出了卡尔。这么多年不见，又黑了。于是大烟哥立马展现出了和蔼可亲的一面。简单叙旧过后，卡尔在大烟哥带领下前去参加母亲的葬礼。多年未见的姐姐坎德尔立即拥抱了卡尔，可大哥斯威特却对卡尔没有什么好脸色，因为5年前卡尔曾在一次帮派战斗中意外导致了弟弟不幸身亡，无法原谅自己的卡尔这才选择离开了洛圣都。但也正是因为这5年，昔日强大的格罗夫家族早已衰败，甚至一向反对面粉的家族都无法阻止面粉做的烤面筋渗透进家族，所以这才让斯威特耿耿于怀。但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或许正是因为母亲的意外离世，才促使兄弟放下成见。卡尔下定了留在家乡的决心，准备与大哥和其他兄弟们一起让格罗夫家族再次登上洛圣都顶点。可敌对势力巴勒帮靠着面粉生意早已今非昔比，甚至就连卡尔母亲的葬礼他们也不忘来打压一番。卡尔作为格罗夫家族的战力天花板，自然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为了帮家族做些事，卡尔前去找到了家族的另一名老干部莱德。莱德这人狂妄自大，有些看不起卡尔，并且做事毫无章法可言，竟然头戴丝袜向餐馆的熟人乞讨。最尴尬的是，他不仅被店员认了出来，还连累卡尔被追了几条街。好在还是嘴硬心软的大哥斯威特比较靠谱，他带着卡尔前去周围的街区，喷上了格罗夫家族的涂鸦，兄弟之间的关系也因此缓和了不少。尽管斯威特嘴上不饶人，但见到弟弟囊中羞涩，他还是会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支持。随后经过众人的商议，本打算将兄弟们重新召集起来，可因为许多成员吸食烤面筋成瘾，导致他们早已丧失了斗志。为了彻底断绝面粉的侵蚀，卡尔与莱德一同前去端掉了面饭的据点，解决了帮派堕落的根源，并且还通过乞讨要到大批的装备和弹药，提升了格罗夫家族的火力。在卡尔这个最强战力的帮助下，无论是死对头巴勒帮还是其余的极端势力，都在他们手里吃了不小的亏，家族也在重新运作下逐渐壮大。期间，卡尔等人前去迎接了刚踩完缝纫机的老友杰弗里。杰弗里疑似在工作中接受了某凡的长期熏陶，他不但学会了反向 Reaper， 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欧基洛克。为了让这位老友重新走回直道，卡尔帮助欧基洛克前去拿回了被狱友偷走的乐谱。不得不说，欧基洛克的枪法是真的烂。当然，欧基洛克的梦想那可是成为一个有名的 rapper。Hey, it's OG Loc, homie, and I'ma kick a little something like this. Hey, yo, when I come through up in the place, you don't want me to come with a gun in your face. I spit it hotter than anybody in the world could do. It's like I sucks. Damn.尽管如此，卡尔却依旧是个甘愿为兄弟赴汤蹈火的人。为了帮助欧基洛克实现梦想，卡尔前往了著名说唱歌手疯狗多克的豪宅，借走了一份珍藏的乐谱，不还的那种。借疯狗多克的经纪人打压欧基洛克，卡尔毫不犹豫地把经纪人送上了天，没有了任何阻碍，欧基洛克一跃成为了娱乐圈的红人。另一边，二姐坎德尔因为与墨西哥帮一名叫塞萨尔的白人谈恋爱，导致大哥斯威特非常的不满和担心，再加上兄妹2人本就性情暴躁，于是只能由弟弟卡尔前去照看。起初，卡尔为了保护二姐，与姐夫塞萨尔闹了一些小矛盾，不过姐夫很快就用自己的友好和义气打消了卡尔的顾虑。塞萨尔为卡尔介绍了许多公路汽车比赛，让他能够挣一些额外的零用钱。塞萨尔也成为了卡尔最坚实的后盾。当然，格罗夫家族的老成员也并不是没有变化，早已染上面瘾的莱德似乎对烤面筋越来越无法抗拒，说话做事都透露着一股神经质。而卡尔每一次去找大烟哥的时候，他几乎都能碰见之前威胁他的极端条子坦佩尼，但本就老实和单纯的卡尔却对此并没有往心里去。而极端条子坦佩尼也找上了卡尔，他为了维持各大帮派之间的平衡，并从中捞到好处，所以才威胁卡尔这种帮派成员替他做事。无奈之下，卡尔只能帮坦佩尼除掉一名
帮派成员。可就在他试图烧毁目标房屋的时候，一个女孩被困在了即将烧毁的房屋中。本就心地善良的卡尔又怎么能看得下去？于是他冲入火海，将女孩救了出来。这也让卡尔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位女友。随着卡尔不断打击其他势力，并且蚕食巴勒邦的地盘，格罗夫家族也在日益壮大。恰好最近被卡尔删号的一名巴勒邦老干部将要举行葬礼，届时巴勒邦的首领肯定会出现，这也是一雪前耻，并让敌人入土为安的最好时机。于是，在卡尔和斯威特的带领下，他们直接打了巴勒邦一个措手不及。敌方首领凯恩也死在了卡尔枪下。如今也到了格罗夫家族东山再起的时候。由于之前的巴勒邦贩卖了大量的面粉给家族成员，导致家族军心涣散。大哥斯威特决定召集所有的家族分支开会，彻底断绝面粉这个祸害。闻听此言，大烟哥那是直呼好好好，就这么玩。于是大哥斯威特、卡尔、大烟哥、莱德4位家族老干部前往了汽车旅馆准备开会。可斯威特前脚刚进去，众多条子就出现在了旅馆外面。大烟哥和莱德立马打起了退堂鼓。卡尔见大哥有难，也顾不得那么多，径直冲进了旅馆。毕竟是家族的最强战力，卡尔很快便将大哥救了出来。好在大烟哥和莱德并没有跑太远，街上兄弟二人便试图逃离追捕。经过一番可以吹一辈子的追逐战，格罗夫家族也终于可以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敌对帮派了。接下来就是对巴勒邦发起总攻的时候。可即将出发之前，姐夫塞塞尔联系上了卡尔，他表示有件重要的事需要卡尔亲自过去看一下。如果在电话里说，卡尔肯定不会相信。之后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姐夫塞塞尔是多么的靠谱。在姐夫的带领下，卡尔见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大烟哥和莱德不但与巴勒邦的人勾结，还在为极端条子坦佩尼卖命。而当初与谋杀母亲有关的一辆绿色军刀车也出现在了这里。看来家族被面粉侵蚀，开会被条子包围，母亲被人谋杀，一切都与这两个叛徒脱不了干系。想到这里，恍然大悟的卡尔立即驾驶汽车，飞一般的向着大哥斯威特与巴勒邦的决战地点赶去。果不其然，当卡尔赶到的时候，斯威特和家族成员已经中了埋伏，巴勒邦将他们团团包围。卡尔无奈之下，只能独自一人反包围敌人。就算凭借丰富的武器装备，卡尔最后也难免被赶来的条子逮捕。之后重伤的斯威特进去踩了缝纫机，卡尔则因为对极端条子坦佩尼还有利用价值，所以被其流放到了乡村地区。如果卡尔想保全自己和斯威特的性命，就得继续为坦佩尼做事。至于大烟哥和莱德，他们只会彻底接管格罗夫家族。卡尔也被勒令不准找他们的麻烦。人在屋檐下，背井离乡的卡尔只能为坦佩尼做起了极端脏活。之后卡尔除掉了掌握坦佩尼犯罪证据的证人。过分的是，坦佩尼准备用成吨的面粉陷害与他作对的对手，而面粉则需要身无分文的卡尔自己去买，所以他向卡尔引荐了一个自称为真理者的老嬉皮士。真理者不仅有着一座种植面粉的农场，同时也是为坦佩尼提供面粉的供货商。当然，现在的卡尔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为了取得真理者的信任，他只能前去隔壁农场为真理者借了一辆收割机。二人也算是成为了朋友，但同时购买大量面粉的资金也是一个问题。不久后，姐夫塞萨尔带着姐姐也来到了乡下。洛圣都那边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姐夫的帮派也被打散。为极端条子卖命的大烟哥早已靠着面粉生意赚得盆满钵满。单纯的卡尔本来还以为大烟哥是被胁迫的，如今随着姐夫的一番话，他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被磨灭。重振格罗夫家族似乎已经看不到希望，他现在只能先想办法让自己强大起来，这样才能保护好姐姐坎德尔。为了让卡尔能够有个照应，姐夫让他前去投奔了自己的表姐卡特琳娜。不得不说，卡特琳娜这个女人虽然性格火辣，嘴上从不积德，平时也爱向银行的工作人员开一些无责任贷款的玩笑，但她内心里也是一个渴望爱情的温柔女性。在与卡尔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爱上了卡尔，看似蓄意谋杀，实则害怕失去。卡尔也很快感受到了这股极端的爱。 Please, baby, no. Ow. Hey. Ooh. Stop. 尽管卡尔收获了爱情，但现在因为大哥还在踩缝纫机，背叛了家族的仇人也还没有得到惩罚。卡尔一心只想搞到钱买面粉，以求在极端条子那边保全自己和大哥，并不想有太多的儿女私情。卡特琳娜很快就有点厌倦了这个不解风情的下头男。姐夫见卡尔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于是向他介绍了来钱比较快的地下赛车。凭借惊为天人的驾驶技巧，卡尔轻松便取得了胜利。他的表现也很快迎来了一位贵人的赏识，这位贵人便是圣惠洛华人帮的老干部吴子。吴子表示，如果卡尔想去圣惠洛发展，可以跟他联系。不久后，卡尔再次参加了地下赛车比赛。老话说得好，爱情来得快，去得更快。女友卡特琳娜带着一个能说会道的新欢出现在了比赛现场，这人正是3代主角克劳德。不过卡尔对此显得并不在乎。卡特琳娜为了证明新男友的实力，于是便和卡尔来了一场比赛。卡尔不出意外的凭借速度优势赢得了这场比赛，而卡特琳娜也将圣惠洛的一个修车厂作为赌注抵押给了卡尔。之后他便与克劳德前往了自由市。不过未来卡特琳娜经常会在欢喜的时候给卡尔来上一通电话直播，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既然在圣惠洛有了安身之处，卡尔也靠着不用还的银行贷款和比赛赢来的钱攒够了购买面粉的资金。于是他前去找到了提供面粉的真理者。此时真理者已经为卡尔准备好了3吨面粉，但出乎意料的是，极端条子坦佩尼竟然出卖了真理者。警方的直升机突然出现在了农田上方，看来他是想零元购，毕竟都是难兄难弟。于是热心的卡尔帮助真理者烧掉了生产面粉的小麦田，以毁灭证据。之前我们说过，毕竟面粉做的烤面筋实在太过霸道，伴随空气中的孜然味，飘飘欲仙的卡尔和真理者驾驶着装满面粉的货车，向着圣惠洛的方向疾驰而去。路上，卡尔通知了姐夫，很快他们来到了从克劳德手上赢来的修车厂中，但这里却只是一个破败不堪的仓
仓库而已。卡尔不禁痛骂起了克劳德这个能说会道的哑巴，但转念一想，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好歹有个落脚的地方。姐姐和姐夫以及真理者都会尽可能的帮助卡尔重新建设修车厂。幸运的是，真理者在本地有些熟人，于是便向卡尔介绍了几名修车师傅，修车厂也得以运作了起来。毕竟初来乍到，碰壁也是难免的。某天，二姐坎德尔气愤地回到了修车厂，原因是隔壁工地的工人言语羞辱他的篮球技巧，并且说他穿得像个纸鹰。闻听此言，卡尔拦下了忍俊不禁的姐夫，他决定亲自为二姐出这一口恶气。来到隔壁工地，卡尔好好的痛骂了这些工人，并让工头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小黑子的错误。经过了这一段小插曲，卡尔也逐渐在圣惠洛站稳了脚跟。当然，坦佩尼肯定不会放过卡尔。公正不阿的检察官现在已经盯上了坦佩尼这个极端条子，卡尔要做的就是将之前从真理者手里购买的3吨面粉放进检察官的车里。这种任务对于卡尔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他先是乔装成泊车员，把检察官的轿车开到了修车厂，将重达3吨的面粉塞进了小小的一辆轿车里。有多夸张呢？参考这个片段。做完这一切，热心好市民卡尔先生默默地拨打了举报热线，检察官就这样被绳之以法。如今的卡尔有了栖身之所，也暂时稳住了坦佩尼。现在他要做的就是着手调查格罗夫家族的2个叛徒大岩哥和莱德，而姐夫塞萨尔也一如既往的靠谱。他查到了大岩哥获取面粉的供货商，恰好此时巴勒邦的人从洛圣都来到了圣惠洛进货，于是卡尔和姐夫一路赶到了交易地点，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前来进货的莱德，还有3名从未见过的面贩。卡尔立即用美颜相机记录了这一美好时刻，并带着3人的照片回到了修车厂，准备仔细端详。恰好之前卡尔通过赛车认识的华人帮五子前来拜访，五子也展现出了自己的待客之道，他爽快的便开始为卡尔排忧解难。原来3名面贩都属于狂人帮，他们的老大托雷诺非常的神秘，就连五子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其余2人，一个是打手丁古门德斯，一个是中间人吉斯比。看来五子这个人确实是真心想和卡尔交朋友。默默记下这个人情后，卡尔前去找上了中间人吉斯比，先摸清狂人帮的底细再说。尽管吉斯比这个人看起来就非常的欠揍，根本不懂什么叫分享，但卡尔还是强压心中的怒火，为他做一些差事，以取得狂人帮的信任。毕竟卡尔是格罗夫家族最强战力，为狂人帮做事还不是张口就来。凭借过人的办事效率，卡尔意外解救了狂人帮首领托雷诺。不过托雷诺为人小心谨慎，反侦查意识堪比特工。好在卡尔在取得信任方面同样堪比特工，很快托雷诺就对卡尔放下了防备。之后不久，极端条子坦佩尼也找上了卡尔，他可不想卡尔过得太滋润，再加上有个记者正在试图爆料坦佩尼所属部门的黑幕，所以这个艰巨的任务又再次落到了卡尔头上。通过驾驶直升机一路跟踪记者，卡尔找到机会彻底打消了记者想要爆料黑幕的念头。当然，之前欠五子的人情也到了该还的时候。卡尔欣然的前往了唐人街，通过五子的手下，卡尔这才得知原来五子是个瞎子。一想到之前五子还和自己赛过车，饶是卡尔也不由得感叹道，运气这种东西果然还是靠运气。在2人见面后，五子也是开门见山，他作为华人帮一个分支的老大，需要做的就是解决内部争端。恰好最近华人帮的另一个分支血雨帮在开堂会时没有露面，所以他决定带着卡尔前去一探究竟。毕竟自古以来，咱们东方向来都是以德服人，有些时候并不需要借助不必要的暴力。当卡尔和五子赶到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越南帮偷袭了血雨帮，这一幕可把五子气得不轻，立马让卡尔驱车逃离。他在副驾手握真理，以理服人。为了帮助五子打击猖獗的越南帮，卡尔凭借自己身为黑人的第3方势力插手进其中，就不会引起越南帮的注意。这也是五子为什么需要卡尔帮助的原因。之后的时间里，卡尔帮助五子不断削弱越南帮的势力，2人之间也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五子向卡尔坦白了自己是个瞎子，早就知道这件事的卡尔并没有往心里去，还不断安慰着五子。卡尔也向五子表明自己是黑人不是华人，五子自然也不会介意。如果他介意的话，一开始就不会接触卡尔，毕竟他眼瞎心可不瞎。经过这件事，2人真正成为了交心的朋友，互相之间有事也是第一个站出来力挺对方。而五子也没有辜负卡尔，通过卡尔深入狂人帮内部以及五子提供的情报，卡尔只需要得到中间人吉斯比的电话，就能确定下一次狂人帮高层与巴勒帮的交易地点。早就看不惯吉斯比的卡尔当即来到了他的面前，瞬间爆发出了他心底对这个皮条客的厌恶。吉斯比永睡后，卡尔通过他的电话锁定了交易的位置，他与姐夫很快碰头，准备将狂人帮一网打尽。五子派出了手下前来助阵，而格罗夫家族的叛徒莱德也来到了这里。可意外的是，狂人帮首领托雷诺竟然是乘坐直升机来的。在上方的托雷诺将周围的局势看得一览无余，他很快便发现了情况不对，立即让直升机掉头离开。事已至此，卡尔等人只能硬着头皮上。在充足的准备下，狂人帮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卡尔很快便送走了打手丁古。莱德见状想要溜之大吉，临走前还不忘嚣张的摆了个 pose。面对事到临头都没有悔改之意的家族叛徒，卡尔索性让他永远沉进了大海之中，斩草必须除根。卡尔自然没有忘掉狂人帮首领托雷诺，他再次通过五子提供的情报锁定了想要逃跑的托雷诺。于是他守在托雷诺离开的途中，利用密集的火力覆盖，让直升机瞬间化为了废铁。为了彻底根除害得格罗夫家族分崩离析的面粉，卡尔再次跟随五子提供的线索，来到了狂人帮的烤面筋工厂。随着一声爆炸响起，狂人帮这个极端面粉组织被卡尔从圣惠洛彻底抹去。但奇怪的是，卡尔很快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神秘人声称，如果想让大哥斯威特平安无事，那么就前往一树沙漠地区见面。当卡尔到达以后，却见到了让他此生难忘的一幕。 Hey, Carl. Hey, what the fuck, man? Just go ahead and kill me then. Calm down. Man, you ain't nothing but a fucking yayo dealer anyway, Torino. Shut up and sit down.
猝不及防之下，卡尔还以为自己见鬼了。本该死在火力覆盖下的托雷诺不仅没死，还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特工。本来只想当个卧底，却没想到成为了面饭老大。托雷诺看中了卡尔过人的实力，他表示只要卡尔愿意帮他做一些小事，他就能想办法让大哥斯威特重获自由。为了大哥，接下来卡尔便做起了没完没了的小事，借一辆油罐卡车保护指定的直升机，也只是开胃小菜而已。在托雷诺的授意下，卡尔买下了一座飞机场，并且不费吹灰之力的学习了驾驶飞机和直升机。刚拿到飞机驾照还没2天，卡尔就得按照托雷诺的要求，通过低空飞行避开空军雷达，为托雷诺的手下空投物资，甚至还需要骑上摩托车，在众多敌人的枪林弹雨下冲进还未起飞的运输机，并将运输机摧毁后安然无恙的跳伞逃离。不得不说，托雷诺安排的任务像极了小公司的黑心老板，给员工开2000一个月的工资，恨不得让员工把公司干到世界500强。卡尔能做到这些，真的是祖坟冒青烟。做完这一切，托雷诺仿佛消失了一般。恰好屋子在拉斯文加斯开设了一间名为一夜暴富的主题乐园，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卡尔动身前去与屋子会面，屋子想着自己有一口吃的，自然不会亏待卡尔这个好兄弟，所以一夜暴富也有卡尔的一份。不过前提是需要卡尔愿意帮忙，因为拉斯文加斯被黑手党掌控，华人帮在这里开设主题乐园，自然会引来黑手党的不满。期间他们也吃了不小的亏。为了壮大一夜暴富的实力，卡尔准备给黑手党一个小小的惊喜。幸运的是，卡尔误打误撞之下，通过真理者的2个朋友，竟然意外渗透进了黑手党旗下4季发财主题乐园，并结识了乐园经理律师肯。而这个律师肯正是在罪恶都市中与汤米走到最后的肯罗森伯格。但律师肯却在不久后染上了面瘾，于是他被汤米送到了拉斯文加斯的界面所。最终汤米抛弃了律师肯，律师肯则被黑手党选中，做起了4季发财的中间人。但黑手党的数个家族却都不放心别的家族掌管乐园，所以作为中间人的律师肯随时可能被某个家族删号。律师肯本以为命不久矣，但他却没想到自己遇见了贵人。本就打算深入敌人内部的卡尔，很快便通过律师肯结识了黑手党的里昂家族。凭借自己熟练的业务能力，卡尔不但帮助里昂家族首领萨尔瓦多劝退了敌对弗雷利家族的杀手，甚至还前往了自由市的弗雷利家族总部，替里昂家族清除了祸患。就这样，卡尔不但取得了里昂家族的信任，还从其手中保住了律师肯的性命。只要深入内部就好办了。卡尔经过一系列策划，与华人帮联手，将4季发财变成了一贫如洗，黑手党也只能被迫离开了拉斯文加斯。至此，一夜暴富主题乐园让卡尔成功的一夜暴富。但许久未见的极端条子坦佩尼却并不想放过卡尔，他命令卡尔前去拿回了他的犯罪证据。事到如今，卡尔也对他失去了利用价值，于是坦佩尼借机除掉了身边的告密者，还留下了自己的心腹，准备让卡尔和告密者一起永睡。幸运的是，告密者从昏迷中醒了过来，替卡尔吸引了心腹的注意。卡尔趁机摆脱了束缚，并一路追上了想要逃之夭夭的心腹。而心腹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则深深地感动了卡尔。 Any last request? Yeah, that fucking sister. You an asshole to the end, punk motherfucker. 做完这一切，闲来无事的卡尔意外撞见了一个想要跳楼的 rapper， 却没料到竟然是老熟人疯狗多克。也正是因为当初卡尔为了帮助欧基洛克成为说唱歌手，从而借走了疯狗的专辑，送走了他的经纪人，这才让疯狗落得如今这步田地。如今的欧基洛克不但追随了叛徒大严哥，还成为了当红说唱歌手。出于良心的谴责，卡尔用货车救下了疯狗，将他送进了医院。这也让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疯狗有了重新复出的勇气。不久后，一夜暴富正在为乐园选拔歌手，忙得焦头烂额。就在他们快被这些歪瓜裂枣折磨到崩溃的时候，重获新生的疯狗多克前来找到了卡尔。为了帮助疯狗重返乐坛，卡尔决定帮他夺回在洛圣都那仅有19个卧室的豪宅。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利用豪宅作为据点，在洛圣都东山再起。此时的豪宅已经被疯狗卖给了一个极端面贩。不过以卡尔现在的实力，夺回豪宅也只不过是件小事而已。卡尔也没客气，立即带领伍兹手下的华人帮，以空投的方式迅速夺回了被面贩占据的豪宅。他们也就此重新在洛圣都站稳了脚跟。就在卡尔盘算着下一步计划的时候，之前那个消失的特工托雷诺再次联系上了卡尔，并声称这绝对是最后一个任务，只要能够完成，大哥斯威特就可以重获自由。卡尔强压心中的愤怒，与他一同来到了一处码头。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大事，按托雷诺的话说，就只需要从一艘航空母舰上偷走一架军用战斗机，并逃离军方战机的拦截，然后再用战斗机摧毁一个舰队即可。卡尔一听，瞬间破防，这简直比把公司干到世界500强还要过分。可谁让大哥斯威特的性命还在他手里呢？于是卡尔只能照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卡尔意料之外的，就像开了挂一般，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硬是做到了这件小事。惊魂未定的卡尔刚刚回到豪宅，托雷诺又再一次找了上来。他告诉卡尔，还有最后一件小小的事情。卡尔一听，再也绷不住了，立即表示，我卡尔就算是穷死，兄弟踩一辈子缝纫机，也不会帮你托雷诺再干一件事情。然而接下来，卡尔却在电话那一头听到了大哥斯威特久违的声音。大哥现在还处在懵逼状态，本来高高兴兴踩着缝纫机，结果没料到就这样被赶出来了。是大哥踩得不够好吗？卡尔也没反应过来，还在询问托雷诺安排的小事情到底是什么。不得不说，卡尔真的是单纯又耿直。在明白了小事情就是去接大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说什么了，立马驱车前去迎接大哥斯威特。兄弟二人团聚后，卡尔迫不及待地给大哥讲述了自己最近的经历。他不但搞到了豪宅，还开了一家主题乐园，可谓是在圣惠洛一夜暴富。本以为斯威特会很高兴，却没料到大哥竟然对他破口大骂。斯威特一心只想重振格洛夫家族，他觉得卡尔已经被利欲熏心，这种思想简直跟叛徒大严哥一模一样。毕竟是自己的大哥，卡尔拗不过他，只能陪着大哥再次回到了他们梦开始的地方——格洛夫街。此时的洛圣都街头早已被巴勒帮和面贩们占据，怒不可遏的兄弟二人立即开始着手重新夺回地盘。而兄弟二人的初心也被家族曾经的老干部看在了眼里，他们也早就受够了烤面筋的诱惑，于是决定弃暗投明，和兄弟俩重振家族。之后的时间里，卡尔带着疯狗前去找到了追随大严哥的欧基洛克，夺回了疯狗珍藏的乐谱，并让这个业余歌
歌手得到了惩罚。就在格罗夫家族强势回归的时候，电视上播报了坦佩尼被指控的庭审现场。这个无恶不作的极端条子，却因为证据不足被当庭释放。早就不满坦佩尼的市民们瞬间炸了锅，整个洛圣都陷入了一片混乱，无论男女老少都开始了零元购的活动。面对这种局面，大哥斯威特只能召集所有人回到格罗夫街维持秩序。可这时一直帮助卡尔的姐夫塞萨尔，因为墨西哥人趁着混乱抢占了他的地盘，姐夫出于无奈只好前来寻求卡尔的帮助。但格罗夫街此时也需要有人来镇守，卡尔因此显得犹豫不决。可大哥斯威特想也没想，便替卡尔答应了下来。毕竟塞萨尔可是帮了不少的忙，也该是把债还清的时候了。在卡尔的帮助下，姐夫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地盘。而在之后的时间里，卡尔夺取了近20个被巴勒帮占据的街区，格罗夫帮也终于再次成为了洛圣都最强大的势力。冤有头债有主，也是时候清算大严哥这个叛徒了。在查到了大严哥的位置后，兄弟二人立马驱车赶了过去。面对大严哥固若金汤的据点，卡尔驾驶坦克前去换了一辆特警坦克，并用重型载具的优势撞开了一条突破口，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阻挡卡尔对叛徒的向往。就这样，卡尔犹如战神一般降临在了大严哥的身后。可大严哥早已被烤面筋迷惑的神志不清，他对卡尔的寻仇并不意外，并且没有丝毫的悔过之意。卡尔索性也不再留守，立即为格洛夫家族清理了门户。早已被金钱和权力蒙蔽的大严哥，临死前都还在想着流芳百世。就在这个时候，走投无路的坦佩尼也来到了这里。这个极端条子跑路前的还忘不了大严哥的棺材本，他威胁着卡尔替他装好了跑路费。好在关键时刻，卡尔灵机一动。Sweet! What? It ain't over, Carl. It ain't over. 见到穷途末路的坦佩尼想要逃走，卡尔凭借过人的身体素质，强忍被火焰灼烧的痛苦，赶在爆炸之前冲出了大严哥的据点。此时坦佩尼想要驾驶消防车逃跑，大哥斯威特为了报仇雪恨，不顾自身危险，攀附在了消防车的云梯之上。毕竟兄弟二人都是一个麻生的，任凭消防车如何颠簸，斯威特都像磁铁一样牢牢地吸附在了云梯之上。好在卡尔还是追上了消防车，把大哥从上面劝了下来。斯威特也顾不得8成脱臼的手臂，立马接替了驾驶位，卡尔则在副驾驶向着消防车疯狂倾泻子弹。终于坦佩尼再也控制不住消防车，径直冲破围栏，摔到了桥下的水泥地上。最终这位不可一世的极端条子就这样因为车祸不治身亡。而他们此时所处的街道正是梦开始的格罗夫街。故事的最后，众人欢聚一堂，为圣安地列斯的完结增添了喜庆的氛围。但卡尔显得有些落寞，他只想出去在街上走走，因为这里不仅是故事结束的地方，也是我们童年那个梦结束的地方。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